在后浪中连续夺冠，需要走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在后浪霸占热榜榜首的整个过程中，观众一直在围绕着它展开激烈的争论。从现有数据来看，该剧自5月14日开播后，初期热度有些低迷。第一天，该网站的受欢迎程度仅为4094。然而，在开播第5天，该剧在台内的热度突然飙升至9000以上，此后连续多日保持这一水平。该剧在猫眼、灯塔等热门榜单上连续获得无数日冠甚至周冠，这导致该节目在市场份额和舆论上都处于领先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围绕这部剧作的争议在首播后大约3到4天达到了高潮。反对该剧的人已经开始强烈要求下架，理由是担心该剧是中医黑，对人物和价值观的刻画不尽如人意。就我而言，我坚信该剧对中医美德的弘扬值得称道。目前，围绕该剧的讨论仍在进行中。黑红的流行甚至在收视率上也有所体现。从5月21日开始，东方卫视直播节目的关注度从连续几天的 0.2% 上升到 0.3% 以上。数据图上的上升斜率证明了这一趋势。此外，黑红现象具有显著的市场消费特征，值得进一步考察。相信中医的人和不相信中医的人之间一直存在争论。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后浪选择探索中医作为题材，这使它成为了争论的焦点。尽管66号编剧称该剧为7年磨一剑，师从广西中医药大学刘立宏教授的中医研究生，但并非所有观众都认同他的用心。随着系列的发布，喜欢这部剧的人有很多好处，因为它提供了丰富的实用信息。一个这样的例子是孙头因长时间盘腿而导致的头部、腰部和臀部不适的揭示，这可以为解决脊柱问题提供有益的指导材料。虽然并非所有这些见解都来自传统中医，但许多人表示感觉他们从这部剧中获得了知识和见解。中医的许多理论都可以帮助建立认知理解，包括五运六气理论和上医治病、中医治所欲病、下医治已病的概念。此外，任新正家人的言谈中还体现了中医爱好者的独特做法，比如每日诊脉，体现了他们对中医领域的热爱。该剧对传统中医的态度遭到了强烈反对。有趣的是，主要异议并非来自那些不相信中医疗效的人。相反，即使是坚持这一医疗体系的个人，包括其从业者和学者，也对该剧明显的误解和偏离传统做法表示担忧。虽然该剧有意强调中医的神奇之处，但并未就中医的性质以及医生如何治疗患者提供任何解释。专业人士分析后发现，根据脉诊，目前熬夜、不穿袜子睡觉是允许的。但是，这种做法不符合中医原理，一般人未必能理解。另一个中医看似非常规的例子是使用300年古砖来治疗截瘫。虽然《本草纲目》中强调了治心，但听众对中医的作用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认识上的困难。求心使中医偏离了传统观念，误入歧途指导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如果遵循其真正的本质，则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观念。尽管中医承认传承和血脉的作用，但蒋氏针灸的传人孙头头做事一众资深医家低头的举动，却引发了对传承合法性的质疑。再加上赵立全大师为生病的女孩求医却无人理睬，甚至连院士都力挺孙头头治病，让不少观众感到莫名其妙的愤怒。剧中对于中医的传承与延续争议不断，所描述的指导计划与传统模式不同，任志强的录取标准和教学方法仍然模棱两可。此外，刘老板被批评利用中药牟利，这被认为是禁忌。听众对现代如何保存和发展中医表示困惑。以专业剧的视角审视，《后浪》中对中医的刻画必须慎重。原因是任何专业戏剧的基础都植根于可信度和沉浸感，这可能会被某些陷阱破坏。然而，在这部特别的剧中，主创们选择了一种优先于新奇和引起讨论的模式，而不是对中医的准确描述。也许，中医的独特原理不仅旨在治愈疾病，而且还创造了一种系统的方法，引发了围绕它的争论。这些争论引发了围绕中医正确行医方式的分歧。一些人声称中医不是这样做的，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中医是这样做的。不幸的是，这些争论掩盖了关于实践本身实际质量的讨论。制作组显然意识到了此事，并于近期采取措施进行了处理。例如，他们邀请了当地的中医专家来参加节目，增加节目的可信度。尽管如此，为角色引入新鲜和未经考验的元素的愿望，加上情节固有的脆弱性，无法完全改变该系列的问题接受度。目前，提高公众对中医药进步的认识至关重要，但后浪是否是合适的解决方案仍不确定。确定系列受欢迎程度的方法。The Back Wave 的基础可以追溯到成功的戏剧制作。赵露思的扮剧功力可圈可点，与吴刚、江山、李光复、奚美娟等老牌剧集平台的合作，为该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他引起轰动和创造话题的能力可以极大地促进该节目在营销过程中取得成功。该剧主创采取某种立场的决定不仅令人惊讶，而且有些夸张程度超出了最初的预期。从错综复杂的情节到人物本身，故事情节中有许多争论点。抛开中药保存这门职业，任新正的家庭动态也引起了争议。任天真、任新正和宋伊人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不做家务。某事件中，任新正在妻子宋铃兰面前称任天真为你儿子，导致宋铃兰内疚，向丈夫低头。网上聊天室里对这次交流充满了问号。在最近的一篇博文中，吴刚表示，任新正也必须成熟。然而，在该剧的最初叙述中，并没有批评他的做法。辅导环节中，新正有效地传达了自己的价值观，但遗憾的是，观众对他的印象却很模糊。剧中对孙头头的夸张刻画是为了提倡中医有教无类，但作为中心人物，粗心大意、善于交际的性格却削弱了角色的正面特质。清明节祭祀祖先时，向顾客抛菜、闹事的行为被称为集体迷信。没有粉丝过滤器，很难形成对角色的好感，但它也会放大由他们的血统引起的有争议的特权问题。曾在《少年派》、《安家》等作品中以注重话题性着称的编剧六六，在中医描写上延续了这一趋势，放大了潜在的争议空间，引发热议。情节充分激活了这种潜力，创造了充足的争论空间。在某些方面，后浪的成功可以归功于其最初的热门话题在社交媒体网站和简短视频中广泛传播。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在5月14日至18日之前的4天时间里，该节目共收获了9个抖音热搜榜、20个娱乐热搜榜、6个快手热搜榜、10个娱乐热搜榜单，合计超过当前聚合数据的 50%。 除了井号赵罗斯罗一周新剧 CP 感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外，还有井号后浪罗一周因赵露思送外卖登上话题榜，井号张萌一笔结束30多发等热门话题。古和井号赵罗斯后浪互扎医生打男人。主话题井号电视剧后浪在抖音累计播放量 22.9 亿，在快手累计播放量 1.4 亿，井号后浪在快手累计播放量 7.4 亿。节目播出后3-4天的人气暴涨，可以说是因为相关内容的传播和讨论，足见这次的话题度确实有效。值得注意的是，后浪的持久相关性与中医探索的主题密切相关。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要承认，当视频平台的长期观众考虑整个行业的特点时，在市场审美方面似乎存在一定的怀旧情绪。这可以在热门电视节目中看到，例如《我们的日子》和《龙之城》，观众渴望看到具有激烈戏剧冲突的内容。鉴于最近的市场变化，这种需求很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此外，该行业必须研究如何协调内容价值和市场价值，尤其是在削减成本和精简运营的时期。出席华表奖颁奖典礼时，杨洋表达了对中国电影更加美好未来的憧憬。昨天，杨洋出席了第18届和第1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华表奖是中国3大电影奖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颁奖典礼标志着华表奖时隔4年又一次与全国电影工作者和全国电影观众重聚。身着黑色西装的杨洋在颁奖典礼红毯上尽显沉稳稳重的绅士风范。华表奖的红地毯采用独特的设计，意在成为所有中国电影人的动力象征。
督促他们坚持不懈，勇往直前，闯过光荣之门，反思过去，展望未来。颁奖典礼上，杨洋的高级导师倪大红和杨洋本人共同揭晓了第19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青年电影创作奖的获得者。到场的年轻有为的电影人集中体现了中国电影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此次盛会也传达了对中国电影美好未来的由衷期许。此外，观众也对演员杨洋未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充满期待。